当哲学家们还在试图用纯粹的思辨之力去描绘心灵的轮廓时，另一些人已经悄悄走出了书房。他们走进实验室，拿起了手术刀、显微镜，甚至电流发生器。他们是医生，是生理学家，是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他们不满足于抽象的推测，而是开始追问：如果心灵真的存在，那么它在身体中又留下了哪些真实可测的痕迹？欢迎来到心流史话。这一集我们将不再沿着哲学的思路去谈论心灵，而是试着跟随一批19世纪的科学探索者走进身体内部，看看那些与心理现象相关的物质基础，从神经系统到反射弧，从颅骨结构到神经元放电。他们的脚步声也许不如哲学家的语言那样宏大深邃，但却扎实得多。他们用实验数据挑战传统观念，也为后来的心理学打开了一条全新的通道。19世纪是一段科学喷涌而出的时代，蒸汽机推动了工业革命的浪潮，使整个欧洲的城市发生巨变。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为后来的电力时代奠定了基础。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观察生物，从而写下物种的起源，引发关于人类起源的激烈争论。与此同时，显微镜日益精密，天文望远镜直指宇宙深处。科学家们对自然的认识步步逼近前所未有的细致与宏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心理学逐渐脱离哲学的怀抱，走向实验室，走向身体与大脑，走向一种更为精确、可测、可重复的科学研究之路。这个时代的人们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人的身体与自然世界之间不再是被神秘所隔绝的两极，而是一连串可被探索、被测量、被理解的连续过程。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看一看，在19世纪这场科学革命的洪流中，哪些人走在了最前面，他们又是如何一步步将心灵拉进科学的光照之下的。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几乎无所不能，连人类的语言、图像、行为都可以被算法预测与模拟。但即使如此，社会上依然不乏打着高科技旗号行骗之人。他们用听上去让人似懂非懂的复杂术语掩盖空洞的内容，用未来感包装起虚假的承诺，把那些信以为真的人骗得团团转。这样的景象其实并不新鲜，早在19世纪，当科学刚刚成为社会信仰的焦点时，便涌现出一大批自诩科学家的人物。他们或披着白袍，或操着实验的口吻，在市集、沙龙甚至宫廷之间兜售各种荒诞理论和神秘装置，骗取信任与金钱。那是一个真科学与伪科学交织的时代，令人着迷，也令人警惕。1778年的某一天，在法国巴黎的旺多姆宫的一个大厅里，就发生了这
这样的事情。当时四周灯光昏暗，宁静高悬，屋子里充满了巴洛克式的怪诞气息。10来位衣饰簇新、着装优雅的女士和先生们围坐在一个橡木大桶的边上，每个人都手握一根从木桶里伸出来的铁棒，而这个木桶里则装满了磁铁屑和一些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化学药品。不一会儿，隔壁的某间房间里传来了玻璃敲打乐器所发出来的阵阵低婉的呜呜声。又过了不一会儿，这些声音缓缓消失，众人所在的大厅的门打开了，从门里走出来一位令人敬畏的人物。他步履沉重而庄严，一身紫袍随风轻飘，手握一根好像是权杖一样的铁棒。这个人就是即将在众人面前创造出医学奇迹的梅斯梅尔先生，而在现场围着木桶坐着的男男女女，就是这位梅斯梅尔医生的病人。随着梅斯梅尔医生的出现，他的病人们顿时开始显得神色紧张起来，甚至有些人的表情变得呆若木鸡，还有些人开始浑身发抖。梅斯梅尔医生只是用目光扫向了病人中的一位男士，盯着他看了一小会儿，然后像是在下达命令一样，对他说了一声睡下。这位病人立刻闭上了眼睛，脑袋无力地垂了下来。然后梅斯梅尔医生又将目光移向了另外一位在场的女士，他用手中的权杖一般的铁棒指向这位女士，这位女士立刻浑身发抖，并且大叫起来，因为她感到一股麻麻的力量贯穿了她的身体。随着梅斯梅尔医生不停地在房间里走动，病人们一个接一个大声尖叫起来。有些人会像鸟儿一样扑腾起双臂，有些人则会昏倒在地板上，而梅斯梅尔医生的助手们就会将这些昏倒的人带到急症病房做进一步处理。据说这些病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忧郁，甚至是身体瘫痪。但随着梅斯梅尔医生如同天神降临一般的医治，他们的病症大多都得到了缓解，甚至有些人声称当场就被治好了。听到这里，不知道你会想到怎样的画面呢？其实我们不能站在现代人的视角去评论梅斯梅尔医生的所作所为。据说在那个年代，科学技术刚刚开始有所发展，但人们又还没有像现代人那样对科学有更加全面和系统的认知。所以梅斯梅尔医生和他的追随者们是发自内心的相信这是真实有效的治疗方法。而至于为什么有些人能够确实被梅斯梅尔医生的治疗方法所治愈，我们只能说，哪怕是到了现代，安慰剂效应、催眠治疗和暗示效应仍然是被证实有效的治疗手段。而这也能够看作是梅斯梅尔作为一名医生对现代心理学发展所做出的正面贡献。19世纪40年代，在英国就有一位名叫约翰·艾略斯登的医生，用梅斯梅尔的方式来治疗神经病。另一位叫做瓦德的医生也采用梅斯梅尔的方法来催眠他的病人，并成功在催眠状态下锯掉了病人的大腿。有一位叫做詹姆斯·布雷德的苏格兰医生，他用梅斯梅尔的治疗方法进行了一些实验后，得出结论说，这些疗法主要的效果并不是因为磁力的流动而产生的，而是这些病人比较容易受到情绪感染所致。
事实上，他认为这种疗法是一种心理过程。布雷德医生就此把这种疗法称作神经催眠法。他使用希腊语 neuron 代表神经， hypnos 代表睡眠，而这个词不久之后就在日常使用中变成了 hypnosis。 在中文当中，我们把这个词翻译成催眠。从那以后至今，这个词就一直这么用了。如果说现代催眠治疗是来自于梅斯梅尔医生的电磁疗法，那么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同一时期的其他的一些有趣的治疗方法。骨相学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个流派。说得更具体一些，这里的骨相学中的骨字指的是包裹在大脑外的颅骨，所以接下来让我们用颅相学来称呼这个流派吧。这一流派的创始人叫做加尔。加尔的全名是弗兰茨·约瑟夫·加尔，他出生在德国，在1785年的时候，他取得了医学学位。他通过医学解剖向世人展示了大脑的两个半球是由一些白色物质组成的筋连通起来的。脊椎的纤维在与下脑连接时是交叉相连的，而这也是为什么身体一侧的感觉会到达另一侧的脑部的原因。他的另一项结论是，一个物种的大脑所具有的皮层，大脑表层的灰色物质越多，其智力水平就越高。不得不说，加尔的这些发现对现代医学来说是一种突飞猛进式的正面的帮助。但是在他所处的年代，他的这些发现激起了宗教界的极大的不满，因为根据他的理论，一个人是不是聪明与大脑皮层有关，那就跟灵魂和上帝无关了。由于受到了打压，1807年，加尔来到了巴黎，在这里继续展开他的研究。基于他对大脑皮层的研究，他认为人类个体之间在智力和性格上的一些明显的差异，可能也是因为大脑皮层的发育不同所导致的。他用这一猜想印证了他小时候起就一直存在的一些疑问。比如在他从小到大上学的时候，他发现总有一些同学虽然没有他聪明，但是却能够得到更好的成绩，因为这些同学更善于记忆。而且最令他感到神秘不解的是，他们都长有很大的头，并且眼睛都鼓了出来。于是加尔就认为这一现象一定意味着，正好在眼睛后面的皮质层区是大脑记忆力的基础，而在一些拥有很好的记忆力的人们中间，这个区域的发育会非常的特别，因而就倾向于把他们的眼睛向外挤了出来。要知道，加尔是非常倾向于相信他的前人们所提出来的人类的大脑可以划分为10几个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都掌管着不同的功能这一说法的。于是基于自己的猜想和发现，加尔进一步得出这样的一个推论：正如那些记忆力很好的人，他们的眼睛通常都凸出来一样，任何发育非常特别的区域附近的头颅也许都会凸出来。于是加尔开始为自己的这一推论寻找证据。他和他的同事一起检查了几百个病人、朋友、犯人、精神病院的病人等等，然后画出了一张标注了27个不同区域的颅骨图，每一个区域都代表了一种能力或是性格。比如前额上方正中间被划分为仁慈区，
耳朵的后面被划分为好斗区，而后脑勺下方的区域，也就是现代被人们称为小脑的部分，被划定为好色区。我知道你刚才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加尔的这一理论所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并不是随机选取样本的。相反，为了验证他的理论的正确性，他是有针对性的挑选样本的。因此，加尔没有办法去解释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眼球突出，但是记忆力却并不好这样的问题。后来，一个叫做皮埃尔·弗楼伦的法国生理学家，通过一系列实验室里的实验，推翻了加尔的这种理论。皮埃尔是一位外科医生，他对许多鸟类、兔子等动物进行了下面这样的实验。他小心地切掉这些动物大脑皮层的一小部分，然后精心地将这些动物饲养好。等它们恢复健康之后，观察它们的行为有没有明显的变化。自然，皮埃尔是无法在小动物身上测试类似语言这样的人类的功能的，但是他测试了加尔对于好色区，也就是后脑勺下方这片区域的功能。他通过多次手术，每一次都切除掉一点点小狗后脑勺下方这片好色区的部分，也就是小脑。渐渐的，他发现小狗慢慢地失去了有顺序的移动的能力。例如，在应该向右转的情况下，小狗却走向了左方；在应该向前去的情况下，小狗却开始倒退起来。很明显，小脑主管人和动物的行动能力，跟是不是好色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不过，也正因为这一系列的实验，皮埃尔最终确认人类大脑的皮层确实可以划分为一些不同的区域，而这些区域确实都对感觉、判断、记忆存在影响。在皮埃尔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1861年，一位名叫保罗·布洛卡的医生接纳了一位来自巴黎比塞精神病院的病人。起初，布洛卡发现这位病人只能从嘴里发出一种声音，并且只能通过手势和这仅有的一种声音来跟医生进行交流。后来，布洛卡发现这位病人嘴里发出的这种音节，其实代表的是他所入住的精神病院的名字，而他已经被送到这家医院超过20年了。在被送进来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说话的能力。没过几天之后，这位病人就去世了。于是，布洛卡对他进行了解剖，并且惊讶地发现，这个病人大脑左侧偏前方的一块区域里，有一片像鸡蛋一样大小的缺失。这片缺失的中心位置已经没有任何大脑组织了，而周围边缘部分的脑组织也出现了萎缩现象。布洛卡断定，就是这片大脑区域的损坏导致了这位病人失去说话的能力，并在漫长的岁月里逐渐导致了他身体的瘫痪。而直到今天，人类大脑中这片主要负责语言功能的区域仍然被称为布洛卡区。这一年，在遥远的东方发生了辛酉政变，慈禧正式上位，而位于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则开始了南北战争。差不多10年以后，一位来自德国的医生卡尔维尼克用相同的实验方法，发现了有些病人尽管能够流利地说话，但是使用的都是一些奇怪的字词，而且这些人似乎也听不懂别人对他们说的话。后来，维尼克发现，这些病人的大脑都在同一个位置受到了损伤，这个位置
就在离布洛卡区不远的地方，位于大脑左侧的后方。而后来，这片大脑的区域也被永久性的命名为威尼克区。现在，经过现代医学的验证，人们已经知道了，布洛卡区主要负责管理语言能力。布洛卡区受损的人，尽管他的嗓子和发音器官没有任何损伤，但是他也会变得无法正常说话。而威尼克区主要负责处理语义，也就是说，威尼克区受损的人，哪怕他的听觉系统完好无损，他也无法理解别人所说的话。威尼克是一位德国的医生，而这一时期的德国是由许多的小型王国、公国和自治城市组成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当中，已经建立起了许多远超欧洲其他地方的优秀的大学，而这些大学也能够为科学家和学者们提供非常精良的实验室装备，以供他们进行物理、化学、生理学和其他科学研究之用。这样的条件就使得许多那个年代的科学家们慢慢的相信，那些肉眼不可见的高级水平上的精神功能，尽管只能通过受试者对刺激的反应观察到，但其中的许多问题的答案也已经是可以通过实验很生动地调查清楚的。这其中就包含乔安·穆勒。穆勒在21岁的时候取得了柏林大学的医学学位。年轻的穆勒沉迷在医学解剖和实验当中。早期的生理心理学家认为，任何感觉神经都可以传导任何种类的感觉数据到大脑里面，这就像是通过一根管子就可以传送任何泵入到里面的物质一样。可是这些科学家们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光学神经只传递视觉图像到大脑里面，而听觉神经也只传导声音。穆勒提出了一套令人信服的理论，他认为每一种感觉系统的神经只传递一种数据，或者如他所言，一种特别的能量或是品质。他说，光学神经总是，而且也只是传递光线感觉，听觉神经总是，也只是传递声音感觉，其他的感觉神经总是，也只是传递它们各自的感觉。穆勒是在对动物进行了一系列的解剖学研究之后做出这个结论的，甚至他还在自己的身上做一些很小但是能够起决定性作用的实验。比如说，当他按压自己紧闭的双眼时，这些压力不会引起声音、味觉或者口感，但是会闪出光线来。让我们再提及另一位对现代心理学产生了重大帮助的人，恩斯特·海因里希·韦伯。19世纪30年代，韦伯在莱比锡大学里组织了一系列非常简单却极为有效的实验。韦伯的实验并不会解剖任何的小动物，相反的，韦伯招募了许许多多的人类志愿者来参加他的实验，而他的实验工具简单到仅仅只是一些用来织毛衣用的毛衣针。那么他是怎么做的呢？他请一位年轻人脱去上衣，将后背裸露出来，面朝下趴在床上，然后韦伯用一个毛衣针在针尖上涂上一点黑色的瓷粉，然后韦伯用这根毛衣针轻轻地刺在年轻人的后背上，确保他能够感觉到自己被毛衣针扎了一下。在他的后背上，毛衣针留下了一个黑色的小圆点印记。然后他要求这位年轻人自己用毛衣针
扎自己的后背，要求是扎在刚才那个相同的位置上。很显然的，这位年轻人因为看不见自己后背上的小黑点，所以他不可能完全精准地扎到相同的位置上。他所刺的位置和韦伯所触碰的位置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韦伯就记录下这两点之间的距离。用相同的办法，韦伯还测试了脸部、前胸、手臂等不同的位置。韦伯还进行了另外一组实验，他把受试者的眼睛蒙上，不让他看见，然后用一只圆规张开圆规的两只脚，同时触碰受试者的身体。他不断调整圆规的两只脚之间岔开的距离，直到受试者通过触觉区分不出到底是同时被两只圆规的脚刺到，还是只是被一只脚刺到。除了针刺实验外，韦伯还利用不同的砝码进行了人们对重量感知的实验，也利用了不同长度的线条、光线、声音等，完成了对长度的判断、亮度的判断和响度判断的实验。韦伯的这一系列实验，就是现代心理学学科当中被人们所熟知的有关感觉阈限的理论。而韦伯也在这一系列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韦伯定律。在这个公式中， delta I 代表最小可感知的刺激强度，而 I 代表标准的刺激强度，这两者之间的比值 K 是一个常量。韦伯是在莱比锡大学里完成这些不同的实验的。可以说，莱比锡大学对于现代心理学的贡献远远不止于此。接下来我们要谈论的另一位科学家也是来自莱比锡大学，他就是费希纳。费希纳在莱比锡大学学习了医学，可是当他毕业之后，他的兴趣却转向了物理学。1834年，费希纳取得了全职教授职位，但与此同时，费希纳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糟糕。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他几乎抑郁，并且两只眼睛也几乎看不见任何东西。他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屋子里几乎没有什么光线，黑漆漆的。后来，费希纳慢慢开始好起来了，眼睛也能够看见东西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段经历的缘故，费希纳做出了他本人对现代心理学最大的贡献。他思考了下面这样的问题：刺激的强度与它产生的感觉之间是否存在前后一致的数学关系？比如说，当外界越是明亮的时候，我们看上去就觉得越亮。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让光线的亮度增加1倍，那是不是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环境也会同样亮1倍呢？为了完成这个猜想，费希纳不得不解决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可以相对容易地测量刺激源的强度，例如光线的亮度或是声音的响度，但是人们对这些刺激的感知却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体验，这是很难测量的。尽管如此，费希纳仍然找到了解决办法。他采用了与韦伯类似的方式，即找到一个人们刚刚好能够感受到刺激的最小的强度。其实，韦伯曾经做过费希纳的老师。费希纳是这样描述这项实验的：请你想象一下，当你用太阳镜看着天空，并在刚刚可以注意到的天空的背景上挑一片云来看，然后你戴上一副黑得多的眼镜，云彩没有消失，但几乎只能够注意到。
因为尽管光线强度的绝对水平在透过黑镜片的过滤之后会低得多，但天空与云彩之间的强度比却没有变。于是费希纳在韦伯定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下面的公式。在这个公式里， S 代表感觉的强度， R 是外部刺激的强度，而 K 是常数。如果你并不是太清楚这个公式的数学含义也没有关系，你只需要知道韦伯费希纳定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有2件商品，价格都是100元，其中一件商品标注的原价是120元，而另一件商品标注的原价是500元，你会有什么感觉呢？对现代心理学这门学科来说，莱比锡大学似乎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在莱比锡大学的实验室里，韦伯测量着身体的界限，费希纳探寻着心灵的阈值。他们或许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正铺设着一条通往心理学真正独立的道路，那是一条从感觉出发通往意识的极为细致的路径，只是当时的他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名字来称呼这门正在萌芽的学科。而就在这所同样的大学里，不久之后，一位名叫威尔汉姆·冯特的学者将会真正点燃这场变革的火焰。他将试图回答一个宏大的问题：如果心理现象真的可以被研究，那我们要如何用实验来触碰那看不见的心灵？下一集我们就将谈到这位被称为心理学之父的人物，一起走进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的转折时刻。